如果今天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，你想要如何度过？达尼亚给我们答案是：你来陪我过个生日吧。对，过个生日。达尼亚在剧情中的表现，我用一个词就能概括：克制。很多地方你都能看到达尼亚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用一种很小恶魔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不安，来在学校里逛一整天。对于自己马上要敲出鸡鸡这件事情，也只是轻飘飘一句：清楚啊，我快死了嘛。后面几乎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在那儿想着躲过好闺蜜偷吃阿飘，在那儿拉着飘子打游戏。在最后一天了，当然要倾诉自己的过去，慢慢展露出自己的脆弱。还有那句一直环绕在耳边的，能够证明自己是活生生的人的：达尼亚，达尼亚，大碎达尼亚。随着自己渐渐抱起双腿，脸颊和鼻尖都哭得泛红。作为观看者的我们，这一刻绝对不会觉得这个小姑娘还是一个实验体，是一个容器，一个道具。她绝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正常来写一个故事呢，到阿飘举出书页就可以结束了，然后进入包饺子环节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这个角色就可以雪藏了。但很明显，库洛也有点自己的野心，想写点不那么一样的东西。如果让达尼亚就这样回归正常生活，似乎对于达尼亚本身的塑造是不够的。他永远是被某些东西驱使着，不论是人要没了，还是过去做的坏事，都是别人造成的。他从来没有过自己的选择，所以剧情上给了达尼亚一个彻底补完的安排。他为了自己珍视的人们而献身，让他自己亲自做一次选择。这件事情就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剧情，另一个则是把情况告诉阿飘，大家一起筹备来对抗或者是消灭一定会来到的阿列夫一。这个选择它很王道，但对于达尼亚的刻画就差了点意思。现在回看上个版本的剧情，阿列夫一早晚还是会回来。达尼亚放逐了自己，让阿列夫一找不到，但是对于玩家来说，反而是加快了去对抗阿列夫一的节奏。最后一段演出，达尼亚一边唱着生日快乐，一边破坏场地，那更是震撼了很多人。但我不一样，我 PTSD fan，我没看过高达，但我为数不多云过的高达里面看过的解说里有水星的魔女，那种看着一个角色唱着生日快乐，然后这个角色就嘎了的心路历程，我又经历了一遍。人在无语到了极点的时候，真的是会笑出来。我当时真的在那里问，为什么一定要整这出啊？当年那种反胃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前面达尼亚哭的时候，我都只是有一点心软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由于心中涌上的情绪过于复杂，我真的就没绷住，甚至有点崩溃了。库洛你真有种啊！只是说还好我没玩战双啊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达尼亚说过很多次没有意义。我相信很多人，特别是现如今网络上的大家，都会有一种现在的生活很没有意义的感觉，这是正常的，我并不想说教什么。这次剧情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，向来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的达尼亚，在最后的最后唱着生日歌，选择了自己去赋予这段生命自己定义的意义。虽然有点迟了，但是达尼亚生日快乐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本来我没想做这个的，但评论区有个小伙伴点了个菜，那就聊聊这个吧。我是凯基，我们下次再见。